Welcome back。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聊聊，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零件这个系列要不要单独开一个分类，不要用花修。原因是这样啦，其实 Fordoros 我一共拍了7部，从我刚开始拍影片开始到现在，已经2026年3月中了。那原因很简单，我很喜欢 Fordoros，然后我早期拍片的方式是，我会一股脑的想要把所有东西都塞在一部影片里。那致使我拍的前面2部 Fordoros 其实都很长，然后我觉得很难剪。那个难剪是只要少了某些段落，就会整部影片看起来很支离破碎。然后有一部是剪完的，然后快50分钟。老实讲，我自己看都觉得有点枯燥，但也只能反映出我早期拍片的风格，就是一口气塞满满的嘛，也就变成好像很硬核，很难吞。那后来这1年，我其实就在想，我要试着把这一些看起来很硬核的东西，把它变得简单一点。所以我就在想，慢慢的把它们拆分，从维修的到拆吉他的，然后再想维修改装跟零件要不要再各一个分类，然后再加上可能工具保养类的再一个分类。不知道就是希望能多听大家的想法跟意见吧。我觉得多点分类好像不错，但是就是怕你们可能在爬的时候会太乱。对，然后历史类的我也在想要不要再开一个好了。好，那就是征询一下大家的想法啦，这个是真的很需要大家的集思广益。我真的就是一个苦手，你看 SN2 那个网站，什么内容都在上面，你就知道我的风格了。我们今天这一趴呢，我们来聊 Fordoros 的简单型号辨识，顺便认识一下 Fordoros。众所周知，或者你可能对我没有这么熟的，就是我是 Fordoros 的狂热分子，我超级爱这个系统，我爱到我可以拿出一堆已经拆封的，甚至是已经变成零件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有收藏它的习惯，我真的是很爱收集 Fordoros。那很可惜啦，就是所谓的 FRT1、FRT2、FRT4 我都买不起。那我只有一个 FRT3 的复刻品，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Fordoros 的历史。其实我有篇文章已经快写完了，它保持那个快写完的状态，保持了从我搬家来1年半了。原因是因为我后面在收尾的时候，我想不到什么新梗，那就是 NN 宇宙那个系列。我那一部就是在写 Fordoros 的历史，那就期待一下，慢慢跟你们分享这些东西。我先收一下，我们留一些，留它跟它好了。然后你要不要？以后我们机会再聊这种东西，这也很好玩。好 ，Fordoros 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一个难调音、难 setting， 然后旋律很奇怪，然后没办法调8度音，甚至一天到晚在走音的一个烂系统。那我会跟你讲，你的 Fordoros 绝对有问题。我不知道是你的硬体有问题，还是 setting 有问题。那我会希望慢慢能透过这个系列的影片，让你们更了解 Fordoros， 以及为什么他在这么多所谓的技巧型吉他手心目中有一定的高度跟广泛的认同度的原因。因为它是不会走音的系统。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觉得屁啊，怎么可能？但它的设计初衷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用这没有一颗是正常的。我们用这一颗来认识一下 Fordoros 的部位好了。首先，我正在转的这一颗螺丝，它是锁定整个 Fader 的。那这个 Fader 就是控制8度音的，以及这个 Fader 它是有3个规格，有不同高度的。那很不错的一件事情是 Fordoros 在这2年就是开始推出了，因为他们把工厂移回美国嘛，然后他们就推出了不同 radius 的 Fader 块，去供玩家选择。就是在过去 Fordoros 其实基本上预设都是12寸的 radius。那你如果说你的指板是14英寸的，是16英寸的怎么办？它就是在 Fader 的正下方下垫片，把比较低的稍微垫平一点，然后让它显得正常。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师心目中觉得 Fordoros 的手感会怪怪的，就是它的垫片可能不见了，
然后它的琴的 radius 可能是偏平的，可能是14英寸的，可能是16英寸的，然后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他的3、4弦都特别高，下不去，很怪。那其实就是因为 radius 不匹配了。那我觉得还不错一件事情就是佛德洛斯台湾的代理商雅都在这几年其实一直在想办法的把这些零件啊、耗材啊都用力的补齐。对，佛德洛斯身上其实有很多耗材，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讲耗材上也不太对，就是它大概是5年、10年才需要换一次的。然后它的缺点也是这样，就是它坏了之后，它还是有功能，但是它就没有这么好用了。首先，第一个耗材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黑黑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耗材。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有一条银色的线了？它差不多可能再过个已经凹下去了。其实它差不多已经开始不太稳了。这个摇座是来自2012年的 Schecter 的，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其实我就会换掉，因为它有很大的几率咬不住弦。对，它还是能咬弦，但是你在用力的拉摇座，在用力的带棒的时候，它这个可能就会让弦滑动，然后它可能就会走音。嘿，这个就是耗材。那同理啦，其实佛洛斯还有一个耗材，我有拍了一部片上弦声，就一样的东西。这个有出钛的，也有出不锈钢的，千万不要认为他们只是为了音色改变 only， 其实它有很多的目的，包含了耐用度也是一项。好，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会有不同的 radius 了。以未来的角度来讲。那你可以看到底部它是会有编号的，像这边写个2，那它可能就有1、2、3之类的。总之，佛多洛斯的 saddle 就这样子。那这个螺丝呢，其实它主要就是顶住刚刚那颗黑色的豆干的屁股的，所以你会看到黑色的豆干在这一面，它是有一个洞的。那这个洞就是顶住它，让它们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摩擦点。不要变成直接把它贯穿的感觉。对，在早期的一些仿制佛德洛斯里面是会偶尔遇到这个东西被弄碎的，就是一些比较便宜的所谓的 license under 的佛德洛斯，那就会变成有这种状况。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东西，它是微调螺丝，它的功能其实就是顶住这一颗锁旋的螺丝，然后让它去顶住底部的簧片。然后从而改变音准的，它可以让你在整个弦的系统都锁定好之后，用这边做调音。那现在有一些很厉害的，基于佛德洛斯架构下面再去做更猛的精进的厂牌，像 Goto 就是一个，他们会试着让这一颗微调螺丝的可调范围更长。那我觉得也不错，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有更好的调整空间。然后这个簧片其实本身也是属于耗材的一种，只是它没有这么耗啦。就是目前为止，我现在换过的几个案例都是它那个簧片已经没办法支撑这个螺丝，然后就导致你的那个微调螺丝整个放松了，它还是上不去。那一般那种琴大概都是平常都会把这个用力的锁到底，就是这个微调螺丝都锁在底部，然后可能一放就放了10几20年。像对上次那一只 Jackson 是2006，他维持那个姿态可能维持了10多年，因为琴主没有弹，然后他也没有去管它，就变成它有几根弦的簧片是没办法回弹的。然后底部这个 block 应该就不用讲了，有在改琴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对于弦的表现会有很大的影响。好，然后接着佛德洛斯这个锁摇杆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对佛德洛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佛德洛斯的摇杆都是用锁的。那其实呢，我这边找一支 Fender 的摇杆，可以看到是这种的迪拉斯型的，然后它是可以锁的。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是改过的。对，佛德洛斯其实有针对这个东西出了好几款改套。像我的这一款是万物皆可锁，我是这样子自己帮它翻译的啦。简单的讲，它就是有点像 Goto 的摇杆，它这边是靠一个橡胶垫片跟内部的一个螺丝。然后你如果想要万物皆可用，像我当时会改这个，其实原因超好笑。我想要试试看垂直的铁棒，for example， 像这样子，我能不能去摇它？就是我的摇杆变成是这样子去摇，而不是这样子去摇。
然后我就装了这个东西。那它还有很多种套件，包含了像底部有一个3mm6角螺丝的也可以用。那这个东西的改装方式其实超级简单，这边这个6角转开，基本上它就已经爆炸一半了，你就会看到这个底部就会跑出来。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有牙的，它会很紧，然后你也不要暴力，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这样子就下来了。对，你不用很暴力的在那边用力的推啊，用力的干嘛，就是你找准一个位置，然后轻轻的敲一下，它就可以下来。因为它其实只是靠金属件的这种牙，我看到那边有一圈牙，它是靠这个去固定的，所以不用这么烦恼。那装的话也一样，很简单。你只要有稍微让它进去一点点之后，因为后面有螺丝会去拉它，把它变紧。那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被你装回去了。对，这个东西的改装其实很简单，真的称得上很难的是这种，这个是1987年的 Ford Rose 原版的，然后这个摇座超好笑，因为这个摇座是一位很厉害的前辈大大，他在20万卖的，包含了这一颗，他2颗一起卖，然后那时候他开的价格我觉得超便宜，可是就有人上去喷他说卖这么贵没有人要，那我下面回我要收。对，因为这个东西太稀有了，它稀有到我其实本来有2颗，另外1颗是很珍惜的状态下卖给了一个真的也很喜欢这个摇座的朋友。对，那这个的拆法就会很不一样了。那目前来讲的话，除非你去买 Ford Rose Hard Rod 那个系列，就是这边是一个金色黄铜款的，它才会用这个。那这个也有出单独的套件啊，它可以让你的 Ford Rose 变回这个造型。那我会说，这个造型的最大好处就是它通用螺牙型 Fender 的摇杆，就是你如果摇杆不见了，你去找一根 Fender 带螺牙的那种摇杆，然后转，它就可以吃进去了。当然牙具要一样啦，就是一定要 Fender 原厂的。你如果说像这个就会太松，有没有？这个完全不行。但是你如果是稍微粗一点的，这样转一转，就 OK。对，我现在没有转得很紧啊。那我们第一章就先不要讲得太深，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教你如何辨识你的 Ford Rose。你可能会想说，奇怪，这个有什么好学的吗？ Ford Rose 不是都会把等级型号写在正面吗？就是会看到什么 Ford Rose， 然后下面写 Original、Special， 或者是写 EVH， 或者写 Chevelle， 或者写 Jackson， 不是这样子吗？那我会说，其实可能真的不是这样子。举个例，像这2颗，你觉得谁的等级比较高？这2颗颜色不一样啦，先不要看颜色，这颗是银色，这颗是 Cosmos Black。对，你可能会想说，哇，你看这个都已经生锈了，这个等级应该比较低吧，这个应该比较好吧，对吧？其实呢，这个是 FRO， 这个是 FRT 1000。那有在我这边听过我讲 Ford Rose 金的人，应该会知道哪一颗是 FRO 吧？我相信你们被我毒害了这么久，应该可以理解吧？应该吧？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辨识方式，那其实是这个。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saddle 块，它有一个斜面。好，再来看这个 FRO， 它是90度的。再来这个原版的 FRO， 它也是90度的。再来一个更怪的 Shala， 这个也是90度的。就是会跑去追求这件事情的人真的是有病啊！但是真的视觉上你会觉得很不一样。那刚刚前面有讲到，现在的 Ford Rose 有出美国制的 Radius 不同的 saddle 块的，那它都是 FRO 造型的。也就是说，只要你颜色对得上，你也是能把这个改得很像 FRO， 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我左手这颗叫 FRT 1000，我觉得雅都做的第2件很厉害的事情，就是他把很多型号都已经中文化，然后放在他的卖场了。就是他虽然没有写文章，但是他们都会去翻译那些规格跟差异，还有应用场景给消费者。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他们在推 Ford Rose 这一块上，我真的是很欣赏他们，也让我愿意在我刚开始拍片的时候就想要拍 Ford Rose 跟大家分享。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 Ford Rose 的恐惧，其实往往都是来自不理解跟
就是他手上的产品，他以为是 FRO， 但其实这不是 FRO。接着你就会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哇，我的 FRO 怎么这么不耐用？才13年而已，这东西就磨损了，这种问题嘛。那讲回来 ，Ford Rose 一共有 Original、FRT 1000、FR Special 跟 FR by Ford Rose 这些等级，那价格落差其实是大的。然后在材质用料上面其实也有差异。我会说最具体的大概就会是这颗小豆干，它的耐用度就会很不一样。然后在上旋枕的部分也会不同，因为上旋枕嘛，你的旋都会在那边刮来刮去，然后还要锁在那边。基本上你只要留下那一条缝或一条小小的沟，其实就足以让它咬不紧，无法施力了。对，这个我其实有拍好了，这个好像是半年前拍的，我有空我再把它剪出来，因为那一部讲的没那么繁琐，甚至有点太短了。对，那还有像 Shala 这一种就很过分的，你在这边看到的这个刀口，它是直接放了一块钢在这边，这边都有一个夹钢在这里面。那我们一般常见的 Ford Rose 其实是没有的。然后呢，如果因为我现在手上的都是状况比较好的，我用它来示范。虽然它是510，有没有看到这边？它已经烂到已经不成样了，然后甚至还有人试着去把它修回原的。对，这些其实都会影响摇座在运动时它的精度跟稳定度。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日常检查自己的琴史可以顺便看一下的。因为老实讲，平常不太会遇到变成这个状况，但就是有那么一点机会，就是你可能钢材不好之类。你看，像这个堂堂一个勾头，结果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讲到勾头，就一定要再来推一下勾头自己的 FR。勾头的 FR 质感跟大家都很不一样。那我会讲，它做的真的很好。刚刚后面讲到的这个微调螺丝，你可以看到它的可调长度就是比刚刚的 FR 还要再长很多。然后再来，它后面的这些簧片，我真的是没有遇过就是衰退的。我觉得它这个簧片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跟这种传统式的是不太一样的。它这个是有点应该是黄铜类的吧。对，然后底部就预设了铜的，然后勾头其实这个底部有很多款啊，还蛮有趣的。再来就是勾头的摇杆是跟它的小摇是同一款，然后都是背后这边一样可以调松紧，有点类似刚刚这一颗。对，就是你拿一个它小摇板的摇杆插进去，然后转，它就会锁紧的，就是你不用特别去找特规的摇杆，还蛮不错的。你只要买勾头原厂摇杆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它这边做了导圆跟有一个斜面，让你的手在靠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么尖锐。其实勾头的 1996T 真的是市场上我还蛮推的一款大摇，特别是在 Ford Rose 现在专利到期之后，后面不用再印一行很丑的 License Under 的字样之后。虽然也是因为这样子啦，搞到我现在都特别想要去收这种后面有 license under 字样的 Ford Rose， 就是高阶的，可能 Goto 或 Shala 之类的，我可能都会想要去收满它。对，其实整体来讲 ，Goto 的 1996T 我也很推，然后做的跟它的使用起来的质感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你选购 Goto 的优势，我实地考察，台湾的 Goto 的价格比原产地还要划算。好。那 Ford Rose 我们现在讲到这边，我希望能降低一些你们对它的误解跟恐惧。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跟 EMG 有点像，就是它是一代人一代人的误解，然后累积下来对它更深的误解的一样产品。就像 EMG， 我会推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看。Ford Rose 其实我也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们也要务必的去好好的了解它跟用看它。特别是现在 Ford Rose 的政策有蛮大的变化，跟以前那种只会出那种死样子的几款，然后就是零件很难买的状况。那他们现在在全球找了很多 partner， 像这个肤痛也是其中一个，然后台湾有代理商，肤痛有代理商 ，Ford Rose 有代理商，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你想要让你手上的 Ford Rose 变成很 FRO， 甚至比 FRO 还要更好，都不会这么困难。甚至是你可以直接去买这种套件，整套不锈钢给你，各种弹簧给你，超赞。
对 f o r d o s 现在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去做这件事，让消费者更能认识他们。那我也是很认真的想要推荐给你们，就是我们下一步我们来拍，把这一颗加上这个套件好了，如何？好啦，那 Fordos 的影片我们第一部就先到这边好了，希望你们看的还喜欢。那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分享给你们朋友，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指教。然后关于影片一开始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多给一些想法，就是如何设定这个频道的分类，你们观看跟查阅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我可以慢慢的把每部影片都改分类，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总之，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time。